阿尼亚获得手没心，老艾德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哈喽，我是吉林，本期我们接着来看建立过家家任务16。老艾德正一脸无语地看着手里不是零鸭蛋就是个位数的考试试卷，沉着脸看向了直冒冷汗的阿尼亚，正要开口，阿尼亚就结巴地表示他现在很忙。但没一会儿就传来了阿尼亚的惨叫声：“阿尼亚不要学习！”老艾德毫不留情地把阿尼亚从电视跟前拽走了，说好了看到5点就该开始学习了。听着不停挣扎叫喊着父亲是魔鬼的阿尼亚，老艾德此刻是一个头两个大。为了将阿尼亚培养成特等生，他可真是伤透了脑筋，恨铁不成钢的亲自辅导阿尼亚，结果成绩还是没见长。这时候约尔拿着试卷替阿尼亚说话了，表示阿尼亚的数学成绩还是稍微有好一点点的。说到这里，阿尼亚就得显摆一下他的高等词汇了，惨淡数是2%，果然和他的辅导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都是动画片的功劳。既然如此，老艾德将辅导的话都以现代动画来举例，好让阿尼亚能更好的理解。但阿尼亚此刻却在心里捣鼓着，这次考试没考好，只不过是他偷听大家的话没成功而已。只要接下来他搞清楚班上同学都各自擅长哪些科目，毫无疑问必定会拿满分。可他没想到，老艾德此刻也正思索着，虽然弟弟把考试成绩改成高分轻而易举，但很可能会遭到校方的怀疑。为了让篡改的成绩看上去相对自然，必须提高阿尼亚的基础。另一方面，如果他因此被同学疏远的话，学院生活怕也会出问题。正好听到老艾德形成的阿尼亚愣住了，篡改成绩和作弊都是一个性质，难道阿尼亚通过读心术拿到满分会被大家讨厌吗？你怎么可能知道这种事？原来你是个可怕的魔女！一想到这儿，阿尼亚就打消了偷听作弊的想法。不过突然间消沉下来的阿尼亚被老艾德发现，误以为是对他太严格导致情绪出问题了。考虑到除了文化课以外还有别的途径能获得心，于是老艾德不再纠结于功课辅导，而是让阿尼亚试试艺术类科目，比如画画。画的真好看呢，这是猎豹还是熊猫呢？阿尼亚回应道：“都不是，他画的是牛牛。”那就再换一个科目，比如音乐。小提琴的弦都承受不住阿尼亚的威力，崩断了。还不行就换体育。只见阿尼亚拿着个网球拍只顾着挥，连球在哪儿都没看见。跳马也是势头超足，摔得也超狠，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还得老艾德安慰。早已经有所意料的老艾德心态还是放得很好的，这种时候得有耐心才行，只要弄清楚阿尼亚适合哪个科目，然后再针对性的提高就行了。刚想到这儿，约尔就拿来了绳子，让阿尼亚试试跳绳行不行。只见阿尼亚卖力的跳了起来，随后就扑通一声摔在地上，但眼神依旧坚定的告诉父亲，阿尼亚会加油的。总之先帮他解个绳子再说。阿尼亚，明天我们出门走走吧。据老艾德所知，除了学业艺术外，还有一个能获得新的途径，那便是社会贡献。所以今天便带着阿尼亚来参加一所康复中心的亲子志愿者活动。护士阿姨们向前来帮助的家长孩子们介绍着工作内容，主要是协助他们进行简单的杂物工作。参加这次活动也是老艾德权衡后做出的决定。虽然可以动用组织的人自导自演，进行逮捕犯人或救人等获得贡献，但那样的话毕竟有风险。反倒是根据以往的数据来看，长期参加这种公益活动被授予新的人要占多数。这时候任务分配到阿尼亚了，他们所负责的是更衣室的打扫工作。打扫途中，粗心的阿尼亚摔坏了花瓶，又被护士阿姨调到了图书馆去整理书本。但只顾着看漫画啥也不干的阿尼亚又被图书馆的护士阿姨给赶走了。胸怀大志的阿尼亚向老艾德表示，他不想干杂活，想去给医生递手术刀。没等老艾德同意，就在走廊里乱跑了起来，惹得和蔼可亲的护士阿姨都呵斥道：“别再捣乱了，请你们父女回去吧。”父女俩只得灰溜溜的走掉了。老艾德虽然嘴上没有怪阿尼亚调皮，但心里还是不免有些绝望，连社会贡献的心都指望不了，到底还能怎样才行呢？就在他们离开前，擦身而过的一对母子正向游泳馆走去。因为家长的疏忽，将孩子康复训练的孩子带到了成人泳池区域，孩子哪里知道深浅，一不小心就掉进了池子里，只溅起了一小片水花和被吵闹声掩盖住的咕噜声。这时候家长才换好衣服进来，发现孩子已经不见了踪影。溺水后的动静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，体力耗尽后，那孩子只能绝望地走向死亡。可虽然嘴上说不了话，但在心里他还是祈求着有人来救他。这就正好被附近的阿尼亚给听到了，他左看右看也没有找到声音的来源，但从那孩子的心声什么无法呼吸再往下沉，阿尼亚立马就判断出来是在游泳馆里，赶忙向父亲表示有人在游泳馆里溺水了。但老艾德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他突然说出的鬼话，时间上已经要来不及了。阿尼亚只得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父亲，阿尼亚做不好志愿者，还是想成为游泳选手来获得星星吧。”说完便冲向了游泳馆，表示要去练习练习。老艾德也跟在后头，表示那里可不是公开的游泳馆，是给病人使用的。但阿尼亚可管不了那么多。那大马虎家长还在想着孩子是不是跑别的地方玩去了，就见一小姑娘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，盯着平静的泳池，好像在找什么东西。这时阿尼亚终于听见了角落里孩子发出了最后心声，他就快死了。没有一丝犹豫，阿尼亚纵身一跃。虽然自个儿也不会游泳，但他还是拼了命划着小手想救那孩子。就在阿尼亚也快坚持不住了的时候，一只手拉住了他们俩。老艾德将两人从泳池里救了出来，因为阿尼亚知道只要他跳进池子里，父亲是不会犹豫，会立刻下来救他的，这样才争分夺秒救下了那孩子。
大马虎家长和周围的人都围了过来，纷纷表示这么多人看着，竟然都没发现有人溺水了。老艾德向那马虎家长告诫道：“这是本能的溺水反应，孩子溺水时动静很小，还请务必看好孩子。”这次可多亏了阿娘突如其来想游泳，发现了孩子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马虎家长抽泣着向阿娘表示了真挚的感谢。不仅如此，意料之外的奖励是来自学院的星星。1年级的阿娘福杰，因为救人有功，特授予星。校长亲自替阿娘颁发了星，让整个班级都沸腾了起来，并且这还是整个年级的第1枚星，甚至很有可能阿娘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星系获得者。没想到误打误撞获得了这预期之外的星，玉儿高兴的一把抱过了阿娘，险些就勒断了阿娘的肋骨。老艾德也欣慰的摸了摸阿娘脑袋，笑着表示阿娘做得很好哦。阿尼亚终于用自己的力量帮上了父亲，心里是乐开了花，向老艾德露出了发自内心甜甜的笑。既然表现不错，阿尼表示想吃父亲做的料理，但说话的时候眼神却看着月儿，月儿深受打击。截止今日，任务进度如下：距离特等生还有7星，距离退学还有7雷，大家的尊敬度加100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今天过家家任务16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阿尼亚想养宠物，家族新成员登场。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，别忘关注和订阅哦，该系列会持续更新，你的点赞越多，速度越快。那么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